这里莎莎，这一期我包你听懂，你要是听不懂的话，那我就给您再解释解释。那开始前我们先喝点水啊，客官们喝点水。这一期有点太干了，稿子加上原文差不多要2万字。对我来说，在镜头前坐那么久，有点太坐牢了，所以我就不露脸了。感谢大家。网络上对于人格类型理论，也就是 MBTI 的核心理论，最开始源自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的那个对这个感兴趣的伙伴非常的多，有的可能从 16P 的四色小人认识的 MBTI， 有的可能从别的渠道，比如各种小广告，我每天都能刷到好多。不过想必看这个视频的基本也都了解了16人格字母背后的8个认知过程，对吧？你一定了解了，有主导啊、辅助啊什么的。如果还不太清楚呢，也不影响您观看的。想了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那总有人问啊，说一直苦于找不到好的资源去理解8种认知过程 （cognitive process），也叫做认知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功能态度 （function attitude），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到底它有多少名字？叫法很多。然后网上呢又众说纷纭嘛，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解释。我做 MBTI 科普也到现在也要2年了，我想我干脆就整一个靠谱一点的终极版啊，就是特别尊重专业书籍里原文的那种。所以这期视频我会整理我学习过的当代类型学家写的相对比较易于理解的对8个认知过程的专业解释，我们进行逐句的解析，把难懂的部分都给讲清楚。对于想要探索自己人格类型的小伙伴，我有一句真心话要送给你：不要根据你能不能做到后面我们要聊的描述中的那些事情来判定，因为每个人都有全部的认知过程的。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努力，大部分认知过程都可以让你产生一种我好像能做到这样的感觉。重要的是怎么判定是他们是不是犹如你用惯用手写字那样自然。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正式开始吧。然后我们就来到对于 NP 人格和 SJ 人格格外重要的外倾直觉 （Extraverted Intuition） 了，简称 NE。NE 呢是 ENTP、ENFP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INTP、INFP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ESTJ、ESFJ 第3的认知过程，是 ISFJ、ISTJ 劣势的认知过程。MBTI 官网是这样描述 NE 的：在外部世界看到可能性，充满热情，喜欢和人互动，信任大局，形成模式和关联，然后可以与他人分享。关键词：头脑风暴，集思广益。和其他的描述一样像充满热情、与他人互动这样的描述，其实并不仅限于 ENFP 或者 ENTP。当一个人积极的投身于 NE 这个过程时，就很容易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特质。注意这里不意味着你有这个特质就倾向于 NE， 导致这个特质的原因非常的多。那这里的头脑风暴 brainstorming 其实经常被误解，它实际的意思并不是一个人自己想很多，而是一群人彼此不断通过交流来获得新点子。这是和 NI 的重要区别。后文对 NI 的描述里，你可以看到他会特别强调是和自己的头脑风暴。所以在这里我会把 brainstorming 也同时翻译成集思广益，因为这个更符合我们能理解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 Leona 和 Mark 怎么说的。他们是这样描述 NE 的：致力于去从环境中的客观数据构建未来的可能性，探索可能发生的事情，具有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外部关注点，看到塑造未来种种选择的模式和联系，形成一系列可验证的连接，创造模式和可能性，几乎可以瞬间创造一个充满具体可能性的领域。基于当前的外部情况，寻求对全局画面的广泛理解。什么叫做从环境中的客观数据去构建可能性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可能性它是基于当前的环境的，并不会和环境割裂，需要外部的刺激。这里的客观指的就是确确实实你能在环境中看到的可以验证的东西。
那为什么说 NE 它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呢？因为它其实不是很受时间的影响，只要存在可能性，亿万年之后的可能性和发生在上一个世纪的可能性和发生在下一秒的可能性，对 NE 而言它都是并列的可能性。那这里又特别强调 NE 它会形成一系列可验证的连接，也就是说从一个可能性关联到另一个可能性应该是有迹可循的，会始于像前面说的明确的环境中的客观数据，比如他人说的一个词语，或者墙角的那只蜘蛛啊，它让我想到了 A， 然后 A 的什么让我又想到了 B， 然后 B 又让我想到了 C， 这样的一条连续的连接。最后他提到说，瞬间创造出一整个充满具体可能性的领域，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通过发现各种可能性， NE 它可以构建一个基于可能性的完整场景，以可能性为砖块搭起来一整个房子。那什么叫做具体可能性呢？我可能考90分以上，就比我可能考试不错来得更加的具体。那 Linda 和 Dario 是怎么描述 NE 的呢？外倾直觉会发现隐藏的含义，并对其进行解释。通常从仅仅一个想法中考虑大量可能的解释，或者解读某人的行为到底有什么含义。他还会以如果的方式看待事物，看到事物在现实中可能有的不同呈现。通过这一认知过程，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同时玩耍许多不同的念头、思想、看法和含义，并且认为它们全部都具备真实的可能性。这就像是将主题和线索编织在一起，我们不知道编织的图案，直到一个思想线索自己出现，或者在思想的互动中被拉出来。这些思想线索通常是从其他情境中引入的，因此策略或概念往往从即时的互动中浮现出来，而不是事先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使用这一认知过程，我们会真正的欢迎头脑风暴性所浮现出的东西，并且享受充满想象的玩弄不同的场景和可能性的组合。外倾直觉会以一种跨情境的思考方式去做这些。外倾直觉还会催化他人，并且即兴塑造情境，通过突现的领导力来传播一种欢迎新事物的氛围。我们看到这里他用的考虑，它的英文词是 entertaining。entertaining 本身带有娱乐的意思，其实在 John Bowlby 对于 NE 的描述中也用了这个词。这里特别强调一种对于考虑过程的享受和乐趣，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快乐的、欢乐的考虑。而后面提到的说，认为他们全部都具备真实的可能性，这是指 NE 的那些念头、想法看法，他们通通其实都是被当成并列的可能性，被当成都可能是正确的，不会因为其中的某些不切实际而被排除。强调的是 NE 它对于可能性的一种开放性，在他的视角下，每一个可能性都可能在不同特定的情境下实现嘛。你就算是外星人入侵地球，在特定的情境下，它也是可以实现的。将主题和线索编织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主题一般是指一个抽象的方向、想法、概念等等，而线索一般指一些细节和具体的信息。这里的编织就是指这两个交错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去建立关联，就是 NE 经常喜欢做的那样的一个彼此的联系。而 NE 和 SE 其实都离不开即时的互动这里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词，并不只是 SE 和即兴发挥的相关性强，区别只是说 NE 它即兴去感知的是概念，而 SE 它即兴去感知的是具体的信息。这里又提到了一种叫做跨情境的思考方式。什么叫做跨情境？就是把通常不太关联的想法关联起来，跳出本身的情境。在纳里博士的另一本书《The Neuroscience of Personality》里面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听到猫和狗这两个词语，大部分的时候会想到叫声、样子、关于猫狗的故事等等，这些算是符合猫狗情境的。而跨情境的例子是通过这两个词语想到了两个兄弟之间的故事，其中一个兄弟有猫的品质，一个兄弟有狗的品质，甚至通过这两个词语想到猫和狗如果他们写作文，最后会有什么写作风格上的差异吗？就像上面提到的，正是因为 NE 它不会拒绝任何的可能性，它平等的把所有可能性看作真实的，所以它不会因为猫狗写作文毫不实际而就把它排除在外。这里要重新提醒一下不要通过自己能不能这样做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偏好 NE 因为我们努力通过意识去做这件事情，去强迫自己跨情境思考的话，基本还是能做到的，至少你自己会感觉你好像做到了。至于后面提到的说 NE 它催化他人，这个催化的词非常有意思，它用的是 catalyzing 催化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化学用语嘛，催化剂就是一种可以加速化学反应，然后自身也不被消耗的物质，在这里特指的就是可以带给他人鼓励，激发他人的进步、改变，发掘他人的潜能等等等等，就说他人就好像那个被催化的化学反应一样催化出了一点什么。而这里说的即兴塑造情境，大概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没有事先准备，但是你就可以把情境引导向一个新的，通常是更积极的一个方向。至于最后提到的凸显的领导力，他的意思是 NE 他虽然可能不是在一个领导的位置，就一个人可能他不是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但是因为他可能对于 NE 的追求，在投身于 NE 的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他会去催化他人他会去积极的去追求变革这种推动力反而可能让他成为了一个仿佛领导一样的存在。